我叫曹哲，今年23岁，高2辍学，来到北京。我在夜店做保安，1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对于既抽烟又喝酒的我来说，1个月下来也就勉强够花。我在现在的这家公司干了差不多有2年，其中大多是像我这样的打工族。相比那些只会聊天打屁的酒肉朋友，我最在意的还是一个叫慧雅的妹子。她比我小几岁，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慧雅家里穷，供不起她上学，但是坚强的她不想辍学，所以便会利用课余时间来我们夜店打工。这也是我最佩服的一种人，坚强的人。所以我经常帮助这个坚强的妹子，她也管我叫大哥。虽然我只是个保安，但她不嫌弃我，经常将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给我买烟买酒。昨天晚上，当我逛到一个包房的门口时，看到一个大概18岁、染着紫色头发的小胖子，在一群小混混的起哄下，扯着慧雅的裙子不放，一张臭嘴，还不停地往慧脸上靠。我顿时血压飙升，刚想冲进门，我忽然想到了自己的身份，就这样冲进去，美人救不了，我还得挨揍啊！但是慧雅被欺负的画面就在我眼前发生，就这么一会，她便被那小胖子拉扯的肩带都露出来了，不能再等了。我先是轻轻地扣了扣门，不等里边的人回话，我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果然，我出现的一瞬间，里边的人脸色一变，不等小胖子说话，一个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的小混混直接开口了：各位大哥，虽然害怕，但看到慧雅那期盼的眼神，我咽了口吐沫，露出了一个职业性的微笑，硬着头皮回道：这位妹子是我的亲妹妹，如果她有什么地方得罪到各位大哥，请看在小弟的面子上，饶了她一次。虽然话我是说出来了，但灵不灵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这群流氓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他们就是揪着慧雅不放，我也没招。呵呵，给你面子。听到我的话，那小
辆公交车，甚至不配跟他们在同一座城市生活。我也是人，我也有梦想，我也有感情，我也有尊严。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那么他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作为一个人，不是一个下等人，首先要做的不是想着如何去赚大钱，如何发财，而是应该先把自己当成个人看。在夜店工作1年了，我受尽了一些所谓成功人士的白眼，这些道貌岸然的渣渣，白天一个个冠冕堂皇，打扮得像个人样，到了晚上却成了狼，被毒品、性欲占据了思想的狼。往往这种人数量在夜店最多，总是打扮得高端帅气，却总是想着不花钱在夜店把个妹子回家过夜。而这种人也是最瞧不起我的那一类人，挂在他们嘴边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你没资格。这个令我极度反感的字眼再次被面前的小胖子说了出来，我内心抵触深藏的那份仅有的尊严仿佛被人彻底踩在脚下，双拳不由得攥了起来，忍着胃中的呕吐感，我缓缓站起身，捡起了那凭空的啤酒瓶，在小胖子一拨人戏谑的注视下，快步走到小胖子面前，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挥起手中的酒瓶，对着面前的胖子用力一砸。频道投报，我这是大力沉的酒瓶子砸的那胖子满头是血，捂着脑袋嗷嗷乱叫。见到我竟然动手了，反应过来的先是那胖子的一群走狗，在我一酒瓶子撂倒那胖子以后，就围成了个圈，把我围在中间一顿揍。还有一个干脆抄起一瓶啤酒也砸在了我的脑袋上，生疼。正打着，我那煞笔一样的大堂经理也来了，不但不帮我，还喝住我的那些赶来的同事不让帮忙，眼瞅着我挨打，之后还跟条哈巴狗一样的跟那胖子的屁股后边一个劲的道歉。最终在那胖子的威胁和要求下，我被当场开除，不但这个月的工资完全扣掉，连我挨打的医药费都没给。不过男人嘛，争的就是一口气。听到那废物经理说出我被开除的话后，我只是抹了把满脸的血，当场就将那身保安的制服甩在了地上，指着经理说了句去你妈的，老子还不想干了。在大厅经理那被气得铁青的脸庞和慧雅充满歉意的眼神下，我牛逼哄哄的大步离开。面子有了，逼也装过了，但是我以后靠什么吃饭？这是个问题。本来昨天晚上是很困扰我的，不过今早接到个电话，我便再也不担心了。我同村的区告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我的事情，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跟他的老板说过了，让我去他们的店里上班。而据他所说，他老板听了我的事儿后很支持我当时的举动，很想结交我，所以我的工作也就有了着落。虽然还是做内保，可是我现在上班的这家皇后会馆那可是标准的超5星级配置，比起我以前的那家完全就是苍蝇和老鹰的差距。穿着黑色燕尾服，我和区告站在酒吧大厅的厕所门口，不是我们想站在这里，而是在一些高档的夜店，我们这些做内保的只能站在这里，如果没什么事情，我们一般是不会乱跑的。看着舞池中那些穿着暴露却疯狂地扭动着身体以及搂在一起乱啃的男男女女，我和区告根本就习以为常，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用老家话聊着。当然我俩也会时不时的看看舞池一眼，防止一些扒手伺机下手。突然就在我俩闲得蛋疼的时候，会馆大厅快步走进来一个青年，1.75米左右的个头，穿着黑色西装。那人进来后先是在肠子里扫了一眼，最后对着我和区告还有其他的内保招了招手。这个西装男子就是我和区告的老板，皇后会馆老板王朗的儿子王小辉。可能是会场音响的声音太大了，王小辉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环视了自己周围一眼，见到了所有内保都过来了，才搂着我的脖子附在我耳边小声道：5分钟后警察来查牌，你带着所有内保赶紧把肠子里清干净，千万别出事儿。第3章沙漠风暴。之所以王小辉直接找我，是因为中午我和区告早跟他喝了一顿，虽然他有钱，但却没有看不起我，相反对于我暴打胖子的事迹赞不绝口，加上我俩脾气相投，简直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警察查牌，大半夜的查牌。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电子表，都将近12点了，警察这个时候来查牌真的不多见。放心吧，王总，没时间多想了，哪个夜场是干净的？听到王小辉的话，我赶紧点了点头，然后便把王小辉的话告诉了所有内保。堂哥，你带几个兄弟去清大厅，我和区告带着几个兄弟去包房。大致了安排了下分工，整个厂子里的20多个内保马上行动，40多岁的谭哥带着5、6个内保一头扎进了舞池中，而我和区告带着剩下的人也一人一间包房，开始检查有没有浑水。顺便说一下，我们会馆一共有56间包房，分别为天字 A、B、C、D、E、F、G 号包房，
包房质量分别是从 A 到 G 递减的，而每个字号的包房又分为1-8号包房、1-2号为豪华包、2-4号为大包，依次类推。也就是说 A1 号包房是全会馆最好的包房，一般在 A 字号包房的人非富即贵，完全不是我这种臭屌丝能比的。由于 A1、A4 包房今天没人，我直接推开了 A5 号包房的房门，人刚刚走进去，里边的景象就让我呆住了。3个完全裸露的美女正光着腚，手里拿着跳跳糖，跪在地上轮番给一个坐在沙发上的小胖子服务。这种玩法在我们行内叫沙漠风暴，小姐含着跳跳糖给人服务，嘴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跳跳糖跳动时还能刺激到男人的胸壁，所以一般人都喜欢这样玩。本来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当我的眼睛看到那坐在沙发上的人时，眼睛再也挪不开了。这个人竟然就是昨晚刚刚被我揍了一顿的那头胖子。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不单单是我发现了那头胖子，他照样也看到我了。不过看到我身上穿着的衣服后，眼中明显闪过了一丝不屑。胖子并没有搭理我，就好像看不到我一般，眼睛渐渐眯了起来了，享受着身下的快感。谁让你进来的？出去！胖子不鸟我不代表他的狗不说话，昨晚揍过我的一群小混混自然也认识我，见到我进来，胖子身旁边坐着的小混混呼啦一下全都站到了我的面前，那样子好像我只要敢啰嗦，昨晚的事情还会在我的身上发生。这些狗里有几条明显练过，虽然他们穿着衣服看不到他们的肌肉，不过看他们一个个站的那叫一个直，我知道在动手，我还是要挨打。不过想到我的使命，我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眼神越过面前的一群混混，看着那眼睛微眯的胖子道：警察来查牌了，你们不能玩了，要玩等到警察走了再玩。我的话被那3个裸体的小姐听了个清楚，听到警察这个字眼，那3个小姐头部的动作明显一顿，然后挣扎着就要站起来。一只猪蹄儿伸出来，凭空按住了想要起身的3个小姐。一直不说话的胖子终于开口了：出去看看，如果真有警察就快点回来，没有的话就给咱们的这个小爷松松筋骨。是，动手！听到胖子的话，一个小混混身体微微一弓，然后快步跑出了包厢。那3个小姐看到小胖子的人跑出去了，又感受到自己客人有些不耐烦了，而且警察并没有进来，于是又低下头继续工作。昨晚特么刚让这死猪揍过，今晚再来一顿可就栽了。想到这，我掉头就想跑。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恐怕早就防着我这一手了。见到我要跑，一个小混混快步上前按住门，冲着我的肚子就是一脚。我本来就不壮实，这一脚踢得我可真是不轻。我觉得我肚子里的肠子让这狗日的一脚丫子踢得都卷成一团了。遭受重击的一瞬间，我的脸就白了，头也有点迷糊，身体一轻，无力地跪在了地上，不停地向外吐着酸水。找死！见到我不跑了，这狗腿子并没有继续揍我，而是守着门，一脸奸笑地看着我。咔嚓，门打开了，出去探风的混混回来了，看也没看跪在地上的我，而是对着依旧眯着眼睛享受的胖子说道：邢少，一会儿警察确实要来查牌，大概还有2分钟到。听到混混的汇报，那胖子眉头一皱，只能推开了3个小姐的头，站起身缓缓地穿上了那能给我当大衣的裤子。那3个小姐看到胖子穿起了裤子，也赶紧站起身体，慌乱地寻找起自己的衣服，最后索性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只是拼命地往自己身上套。看到3个小姐慌慌张张地往自己身上套着衣服，已经整理完毕的胖子突然开口道：你们现在陪他。想明白了胖子的意思，我知道自己不能闲着了，要不我特么就成了嫖娼的了。这几年对于警察打击嫖客的事情，我知道绝对比一般人多。见到一群小混混这个时候的注意力全在那胖子的身上，我猛地跳了起来，用力一推守门的那个混混，拼命地想打开门呼救。被我推开的那个混混反应不是一般的快，看到我想跑出去，手臂一伸拉住了我的衣领，随后用力一拉。那狗的力量真的不小，只是一只胳膊竟然就把我拎了回来，顺势一扔，我的嘴和地板狠狠地撞在了一起，顷刻间我的嘴唇便流出了鲜血，被自己的牙咬破的。被按在地上，我拼命抬起头，看着那一脸无害的胖子大骂道：你这头胖子，老子操你妈！刚刚骂完，不知道哪条狗挥手甩了我一个耳光，让我没有继续骂出口。你们还不赶快去照顾一下你们的这位小爷！见到我被2个保安按在地上，胖子斜着眼看了看那3个小姐，默然道：可是警察做这一行时间久了，都知道警察的厉害，所以听到胖子让自己陪我，那3个小姐明显有些犯难。没关系，我会保释你们。
而且给你们每个人加1倍的台钱，怎么样？这样啊。听到胖子说加钱，那3个小姐开始犹豫了，她们确实不想被警察抓，但如果有人保释就没事了。而且听到那所谓1倍的台钱，这3个小姐眼睛都有些放光。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咱们的小爷更衣啊！知道那3个小姐不会拒绝，胖子转过身对着一众小混混开口道：放心吧，邢少。一个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小胖子收回手，站起身俯视着我：你小子特么知足吧，这3个妞每个出台都3000块，今天老子开心，便宜你了。说完，看也不看我那一副仿佛要吃人的样子，小胖子大笑着领着一群狗走出了包厢。开门的一瞬间，我仿佛听到门外响起警察突击检查的怒喝声，我的心一凉，知道我这次真完了，根本没空去看那头已经走出门的胖子。我把目光赶紧看向那3个出台的小姐，不知道这些女人是真的寂寞，还是害怕得罪那胖子。在那胖子走出门口之后，这3个小姐看着光着屁股的我，竟然露出了荧光，一个个的眼睛里写满了欲望。看着3个女人光着身子走向我，我一时间觉得天旋地转。虽然在夜店干了这么久，可是老子还是处男啊，我的第一次绝对不能给了这些小姐。想到这，我赶紧对着走向我的3个小姐哀求道：3个姐姐，咱们都是一家公司的，你们不能帮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啊！根本不理会我的哀求声，这3个浪货合力把我翻了个身，让我正面朝上。其中一个留着紫色头发的浪货竟然一口把我的胸给含了进去，一时间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自下身传来。这些臭娘们，这是有多浪啊！这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享受快感，要不是那死胖子临走时把我手给绑了，老子早就把这3个浪货打得满地找牙了。我知道警察应该很快就要查到我这个包厢了，真的不能耽误时间了，赶紧放了我，快点，警察要来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死。求饶没用，我干脆再次把警察搬了出来，期待着能够吓退这3个骚货。可是这3个浪货根本就不搭理我，反而是我的话貌似提醒了他们什么。其中一个臭婊子竟然一把推开了那个给我服务的浪货，骑在我身上，大腿一劈，顺势就要往我身上坐。我的亲娘啊，这下要是坐下去，我可真完了。见到他的动作，我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身体拼命的扭动起来。你丫的不是想坐我身上吗？老子让你对不准！我的反抗确实有效，这死娘们对了半天，竟然真的没得逞。气急败坏的他对着身边的2个小姐低喝一声，剩下的2个浪货竟然真的走上来，一个按住我的上身，另一个按住我的2腿。这下我真的动不了了。以前都听说男人强上女人是多爽多爽，怎么轮到我就成了被女人强上了呢？想到这里，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真的好累。我的家庭条件本身就很差，加上我学习也不怎么好，辍学后我虽然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即使再苦再累我也没说过什么，因为这就是我的命，一辈子受苦受累。但是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天一夜没饭吃，我也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可是今天就在这间皇后会馆，我免不了要进局子了。想到这，我也不反抗了，任凭骑在我身上的那个骚货诬陷我认命了。我他妈就是一条贱命，活该让人欺负。统统不许动，双手背过脑后，都给我蹲下。突然，就在我和我身上的那个浪货即将融为一体的紧要关头，包厢的门被人撞开了，几个拎着警棍的警察冲进包厢，其中一个警察一把就把我身上的那个浪货拽了下去。见到警察来了，我心里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难过。警察来了，我不用被这些浪货强上了，但刚才的画面也完全被这些警察看到了。我嫖娼的罪名已成立，这个令我一辈子抬不起头的头衔将会重重的扣在我的头上。我家里虽然穷，但是我爸妈一直都是很正派的人，如果让他们知道我竟然嫖娼了，不说别的，他们自己都会羞愧死。赶紧起来，还让我扶你！见到我两眼无神的躺在地上无动于衷，一个警察站在我身边冷喝道。听到警察的话，我稍微回过神来，但是挣扎了几下，根本坐不起身，只能看着一旁的警察说道：我手被绑着了，起不来，您能不能扶我起来？直到这个时候，这个警察才发现我被反绑了双手，可是他说出的话却让我听到了一种另类的味道。我没有反驳，更没有解释，我知道刚才那个画面已经被警察看到了，我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干脆我也不解释了，任由那名警察将我扶起来，解开了绑住我的绳子。我在一群警察鄙视的注视下，丢了魂似的捡起了之前被胖子丢在一旁的衣服，穿好后一声不响的抱着头蹲在了墙边。大概等了半个小时，负责看守我们4个的警察得到命令后才让我们站起来，指挥着我们走出房门。这不是今天新来的曹哲吗？
他怎么回事？不知道店里的规矩吗？竟然连自己店里的人都碰。通过楼道的路上，不少同事自然认出了我，可是他们并没有上前帮我向警察解释什么，而是一个个充当了看客，对着我指指点点，说什么想不到我这么下贱，这类败类之类的话。说我，你们特么就清白吗？在夜店上班的人，尤其是女的，有几个特么能守身如玉？你们特么就这么干净吗？可是事到如今，我也懒得解释什么了，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解释什么也不会有人相信我，所以我只是跟着前面的3个浪货低着头往前走。就在我走到店门口的时候，一道男声响起，下一刻王小辉和屈告等人见到我，快步追了上来。曹哲，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这儿？这个时候我才抬起头，发现身边除了我们4个和警察以外，竟然没有其他人。不过回过头想想也是，我们提前接到了通知，警察要来查牌，所以我们早就清场了，只是我这苦逼被人陷害，被警察抓了个正着。也许是觉得王小辉这个经理对我真心不错，看到王小辉和屈告，我仿佛看到了救星，眼圈泛红的指着前边3个浪货大吼道。被我指着的3个浪货在看到王小辉出现后，竟然表现出了一丝不安，只不过一瞬间就被他们掩盖了下去。王小辉是什么人？夜场的经理接触的人海了去了，那3个浪货那一丝的不安准确的被王小辉捕捉到了，但是他没有声张，只是小声的跟我说了声别担心后，便带着一脸担忧的屈告退了回去。听到王小辉的话，我的一颗心算是放到了肚子里。王小辉如果要保我，以我自然没事了。从警察查牌先给通知的事情上就能看出，王小辉或者说皇后会馆的老板绝对有人脉。想到这，我再也不犹豫，按照警察的指挥钻进了一辆警用面包车中。我第一次进了局子，还是被人陷害进来的，这事儿现在说说我都觉得丢人。整整一晚没有警察来提审我，我的双手被警察用手铐铐在墙角的暖气管上，站着累得慌，蹲下手又被手铐勒得生疼，无奈之下我只能站着，身体靠在墙上，勉强过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个警察过来打开了我的手铐，说有人来保释我了，还拿出一张单子让我签字。我大致看了下，就是一张普通的保释单。签了字，我老老实实的跟着警察走出了拘留室，来到公安局的办公大厅。令我意外的是，来保释我的人不是屈告，而是王小辉。见到我出来了，王小辉快步走了上来，跟我并肩走出了警局。路上他没说别的，只说让我放心，事情的经过屈告已经告诉他了，那3个小姐已经被他处理了，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被警察审讯的原因。虽然不知道王小辉口中所谓的处理了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3个小姐的做法很明显已经触动了夜场的一些底线，夜场也是有自己的规矩的，他们的下场绝对好不到哪去。见到我一副精神萎靡的样子，王小辉跟我说他还有事要处理，让我自己打车先回家休息，今晚就不用去上班了，不扣我钱。然后他便在我的感激下坐着他的那辆沃尔沃扬长而去。先回宿舍睡一觉吧，昨晚真的没休息好，虽然自己看不到，但我现在绝对是一副熊猫眼。我赶紧走到路边，准备打个车赶紧回去睡上一大觉。至于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那头大胖子，我也没啥办法，毕竟我和他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他应该也就是因为慧雅那件事记恨我，报复了我后应该不会再找我麻烦了，毕竟对于他那类的人来说，对付我都是一件很掉价的事情。可是很多时候事情往往和你预料的完全背道而驰。就在我打车的档口，一辆帕萨特轿车停在了我身前，车窗落下，一个让我永远也忘不掉的肥油脸出现我的视线中，那个胖子。哟呵，看不出来啊，哥们儿你出来的挺快啊。叼着一支烟，胖子那令人恶心的声音飘了过来。不等我答话，胖子继续道，其实吧，你根本不配和我斗，我之所以对你下手，完全是因为你那次耽搁了我的好事儿。不过既然你已经得到了惩罚，事情就算了吧，上车，咱们一起喝个酒，事情就这样接过去吧。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胖子要跟我和好，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想玩我的吗？难道说他真的觉得欺负我没什么意思，想放我一马？但是回头想想，这胖子不是什么善茬子，这次不会跟我玩鸿门宴吧？不行，我绝对不能跟他去。打定主意，看着他那冒着油的脸，我小心道，这位大哥，之前的事情确实是我不对，我跟您道歉。您刚才说了，我根本不配和您斗，我也有自知之明，以后我见到您绝对躲得远远的。至于喝酒就算了吧，说实话，我觉得我不配和您坐在一起喝酒。听到我的话，胖子的脸竟然一拉，说他是诚心诚意的来找我和好的，如果我不去，就是看不起他，不想跟他和好。最终我拗不过这胖子，
只能硬着头皮坐上了帕萨特的后排。汽车行驶中，这胖子对我很热情，不但有话没话的跟我扯闲篇，还丢给我一支中华，这让我不由得有些犹豫。难道这胖子是真心想跟我和好？汽车停在了一家名叫辉煌之星的5星级酒店门口，因为心里嘀咕这件事情，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跟着胖子走进包间的了。只知道当包间的门打开后，里面的景象让我愣住了。足足200平米的大包房内，中央只有一张起码5米的大餐桌，餐桌上摆着的是我根本没有见过的菜品。只看这些菜品精雕细琢的外形，我就知道这桌饭菜绝对便宜不了。而且在餐桌的四周，竟然站着不下10个穿着旗袍的年轻美女，她们手里或拿着毛巾，或拿着盛酒的瓶子，一个个带着职业性的微笑，身体微弓地对着我和胖子。难道这胖子是真心的想要跟我和好？否则他想对付我的话，用得着花这么多钱来阴我吗？我配吗？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么大的排场，我原本还在纠结的心竟然变得犹豫起来，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回响着，这个胖子是真的想跟我冰释前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见到我站在门口发愣，已经坐到了主座上的胖子热情地对我招了招手，下一刻2个旗袍美女便走了上来，把我搀到了胖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胖子今天貌似很开心，见到我坐定，对着一旁站着的旗袍美女一挥手，美女赶紧帮我俩倒满了一杯酒。兄弟，路易16，尝尝吧。说着，胖子端着高脚酒杯对着我晃了晃。见到胖子这个明显是好的举动，我赶紧站起来，端起酒杯跟身旁的胖子碰了碰杯，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看到我这样喝酒，胖子明显一愣，也不揭穿，只是笑了笑，轻轻地抿了口酒后，便开始热情地给我介绍起桌上的菜肴，什么美极大明虾、腊汁银鳕鱼、鲍鱼汁扣驼掌、佛跳墙之类的。虽然我只听过佛跳墙这道菜，但是我穷并不代表我傻，我能感觉出佛跳墙这道平常人眼中极为昂贵的菜肴，在今天这张餐桌上竟然只是最为普通的一个罢了。见到我发愣，胖子竟然主动给我夹了一口菜，这个举动更让我觉得他是真心想跟我和好了，赶紧端起酒杯回敬他。一来二去，由于我这二货不会喝洋酒，菜没怎么吃，酒基本上就是一口闷，不一会我的脑袋就有点迷糊了。胖子却好像越喝越有兴致，不停地让那些美女给我斟酒，还搂着我肩膀说啥要认我做兄弟，罩着我之类的话。说实话，我当时很高兴，不但和胖子冰释前嫌，没准还有了一个强大的靠山。所以听他这么一说，我迷迷糊糊的再次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随着这杯酒的下肚，我彻底醉了，脑袋里一片空白，迷迷糊糊的趴在了餐桌上。只是最后仅有的一点直觉告诉我，有人竟然在脱我的衣服。不知道睡了多久，我只是觉得身上越来越冷，那感觉就像是深夜降温后你没有被子盖一样，周围没有一丁点温度。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喝多了陷入昏迷中，但我的神智多少还是有一些的。迷迷糊糊中，我觉得好像我的周围围满了人，对着我指指点点。这些人听声音男女老少都有，一个个嘲笑般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中。到底怎么了？听着周围的嘲笑声，虽然万分不情愿，但我还是强迫自己睁开眼睛，努力地抬起几乎快要粘到一起的眼皮。由于酒精的作用，我做出这个动作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噔，一盏精美无比的吊灯，这就是我睁开眼睛后看到的第一件东西。灯，怎么回事？常年混迹在夜店的最清楚不过了，这么华丽且巨大的吊灯根本不是包厢中能拥有的。包厢一般都是那种有些昏暗、有些柔和且富有某种情调的吊灯，这种大吊灯一般只会在豪华场所的大厅中才会有一个，毕竟这种上百万的吊灯可不是大街上的大白菜谁都买得起的。最初的那种寒意再次袭来，我发觉到有些不对劲了。本来已经懒散成一滩泥的身体仿佛突然恢复了力量，我的神智也瞬间清醒了过来。我坐起身才发现，刚才我并不是在做梦，我的周围真的聚集了无数的男女老少，这些人一个个穿着我根本叫不上牌子的高档衣服，男的西装革履，女的雍容华贵。可是这些平时根本不会看我一眼的贵族，现在竟然围成了一个圈，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着戏谑的光芒，好像我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动物园中的大猩猩，专门供他们观赏一般。这还不算，这些贵族不单看，竟然还有不少人伸出手，直直地指着我，跟身边的人谈笑般的交流着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双手下意识想抱到一起，这是多数人御寒时的统一动作。等等，入手处没有摸到衣服时的那种褶皱感，反而有些光滑，就像直接摸在皮肤上一样。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我为什么像大熊猫一样被人群围观了，也明白了在睡梦中的我为什么感觉寒冷了，更明白了
那头挨千刀的胖子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了？我在他眼中依然是只一件玩物，或者说，我根本就是他找乐子时发泄的工具罢了。我不敢动，只能蜷起腿抱成一团，我怕自己一动会让这些幸灾乐祸的人更加耻笑我。而且，我注意到了，围观我的人中有不少好事的人现在正拿着手机对着我，有的录像，有的拍照。我特么就像个人体模特一般，在无数闪过灯的闪耀下，只能把头深深地埋进自己的臂弯内。说实话，这个时候我想家了，我想哭，我不想在这个外表艳丽、内在冷漠的城市挣扎着过日子了。也许这里根本就不属于我，在这里，我只是一条供人取笑玩乐的狗罢了，一条连身子都不敢直起来狗。起初，每当在夜店中被人欺负的时候，我总是想着，这只是一些二世祖狗仗人势，拿我们消气儿，大多数人还是好的。可是，知道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错了，大错特错。人性的冷漠，人性的自私，人格的扭曲，在这一刻被这些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么久了，根本没有人上前送我，哪怕是一张大街上满地都是的废报纸遮体，他们只是把我当成笑柄，当成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突然，就在我连死的想法都有的时候，一道不算熟悉，但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声音响起。下一刻，那头胖子在他那群黑衣狗的簇拥下拨开人群，狞笑地看着我。这一刻的他让我有种极度恶心的感觉，肥得好像一个大尿盆子似的脸上，在冬天12月份竟然油光满面，在吊灯的照耀下，他的脸几乎都能反光了，已经肥得不成样子的身体，穿着一条单腿能给我当裙子般的裤子。最重要的是，胖子的那双几乎快要缩成一道缝的小眼睛，现在正一动不动地瞅着我。见到他终于出现了，我终于抬起了头，仿佛听不到他的话一般，已经完全充血的双眼死死地盯住他。胖子根本不介意，扭过头对着身旁的一群黑衣狗嘻嘻哈哈道。想到这，我直接无视了所有人的存在，光着身子流着眼泪对着胖子跪了下来。我错了，求您别整我了，我走，我离开这个城市，求您别整我了。说完，我哭了起来。本来我也已经万念俱灰了，已经决定不在这个城市生活了，所以脸面也不算什么了，爱咋咋地吧，都无所谓了。我现在只是想离开这里，我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了。我的话让胖子很意外，本来他已经设计好了一套十分恶毒的计划，只要逼我动手，他便有上万种办法玩死我，但我竟然主动认怂了，这倒是让胖子没想到。不过胖子在富人圈混了这么久，一肚子的坏水也不是盖的，见到我对着自己跪下，胖子那双小眼睛滴溜溜一转，阴笑道：本来我以为你还算个男人，没想到也是个草包而已，你这种狗老子也玩不起兴致来，这样你在我裤裆下钻过去，我就放你走，怎么样？说罢，胖子挥了挥手，带着一群黑衣狗退到了人群前。看样子只要我钻了，他便真是打算放我一马了。说真的，按照我以前的脾气，遭受这种侮辱，就算拼了命，我也会跟这胖子干上一架。但我也知道那样做的后果也是极为凄惨的，就算我能豁出去，我在家乡的父母怎么办？把我养活这么大了，就是让我跟别人玩命，然后被人废了，让他们照顾我的下半生吗？想到我老家的父母，我的心微微一颤，捂着自己的关键部位，赶紧站起身。在所有人看猴般的目光中，我走到胖子面前，看着他那流着油一般的肥脸，我忍住泪水，刻意不让眼泪流下来，缓缓地在胖子已经劈开的双腿间爬过。哈哈哈！不知道是谁笑了一声，然后在场所有人都开始大笑起来，一张张鲜活的脸上无不彰显着一副令人作呕的丑态。可是我没有在乎这近乎海浪般的嘲笑声，只是慢慢地爬起身，捂着下体，看着同样笑的脸部已经严重变形的胖子，我要等他的一个承诺，一个放过我的承诺。哈哈，想不到你做狗的样子比真正的狗还要像。说着，胖子那已经笑得看不到眼睛的肥脸稍微一顿，道：你滚吧，从今天开始，不要让老子再看到你。胖子的话让在场的众人又是一通哄笑，而我内心却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当胖子说完话后，我环视了眼在场的众人，在脑袋里记住了这一张张令人恶心的脸后，我裸着身子缓缓向人群外走去。我想回家了，我想爸爸妈妈了。突然，就在我即将走出人群的时候，胖子又开口了：忘了跟你说了，刚才的饭钱你得付一下，刚才咱俩一共吃了18万，这样咱俩 AA 制，一人一半，你掏9万就行了，剩下的我来。我完全愣住了，就连挡住关键部位的手都不由自主地放了下来，惹得周围人群的发出一阵兴奋地口哨声。我全部身家不过几百块，9万块，就算把我卖了，我也付不起啊。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胖子刚才为什么要放我一马了，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杀招，可以把我逼入绝境的杀招。看着胖子那充满玩味的笑脸，我再也忍不住了，
瞪着充血的眼睛对着胖子扑了过去，老子跟你拼了！见到我扑向自己，胖子根本连动都懒得动，好像在他面前我根本什么都不算，甚至他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只是一脸玩味地看着我，任由我扑向他那肥成一座小山般的身体。看到他那一脸欠扁的样儿，已经完全失去理智的我内心什么东西仿佛突然被点燃了，无尽的怒火顷刻般完全占据了我的脑袋。已经彻底愤怒的我冲到胖子面前，对着他那比猪头还要大上许多的脑袋就是一拳。与我最初预料的一样，当我的拳头就要打到那胖子脸上的时候，一只大手凭空伸出，轻而易举的便握住了我全力打出去的拳头。下一刻，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觉得肚子上被人打了一拳，如同被高速行驶的火车撞上一般，一股剧烈的痛感袭来，我直接被人一拳打飞了出去，飞翔了足足3-4米，我才重重的摔到地上。剧烈的疼痛让我的脸都扭曲到了一起，豆子大小的汗珠在我的脸上如同雨点一般落下，我整个人疼得几乎缩成了龙虾状。我真的怀疑这一拳恐怕连我的肠子都打断了，这一拳已经要了我半条命了，再挨打我还能活吗？迷迷糊糊听到胖子的话后，我也豁出去了，咬着牙忍着痛，拼命地向着围观的人群爬去。我想他们能够有一个站出来救我，我想博得他们心底仅有的一点人性的救赎。可是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没有人肯站出来帮我，连一个帮我说话的人都有。当胖子的一群狗仔冲上来对着我一顿拳脚的时候，围观的人群依旧是彼此谈笑着，嘲笑着被打得如同死狗一般的我。本来开头那不知道哪飞来的一拳就几乎要了我的半条命了，现在又被一群狗围殴，不一会我的意识就有些模糊了，看人都有些重影了，连一直紧紧抱着脑袋的手都无力地松开了。可是这些狗，没有一丝人性的狗根本没在乎已经快要被打死的我，依旧围成一圈，对着已经完全不再反抗的我玩命的打。这就是人性，这就是现在人的本性，他们的心底根本没有一点良知，他们所考虑的只是如果找点适合自己口味的乐子，或者说他们只考虑如何通过自己的表现让老板更加看重自己一点，即便是踩在别人脸上往上爬。住手，把人给我放了！突然就在被打得几乎快要晕过去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我突然听到一道怒喝声，声音落下没多久，我便发现一直打我的那些人终于停手了。曹哲你没事吧？先是一张毛毯盖到了我身上，然后一张强有力的大手将我横抱起来。是谁救了我？难道还有人在乎我吗？真的有人肯为我站出来得罪胖子？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我努力地睁开双眼，我要记住这个人，这个救了我命的人。映在我眼中的是一张熟悉的脸庞，可是这张足以吸引任何女人的脸上此刻写满了焦急。王总，王小辉，竟然是王小辉救了我！看着王小辉身旁站着的依旧一脸吃人相的躯干，我终于相信了，还是有人在乎我的，我不是一个人。看着我被打得惨状，抱着我的王小辉转过身子，看着胖子大声道：邢振东，竟然把我的人打成这样，你下手够狠的呀！从王小辉出现的同时，胖子便让自己的狗停止了对我的殴打，因为他弄不清我和王小辉的关系。虽然明面上我是王小辉肠子里的内宝，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果我和王小辉只是主仆关系，他早上把我保出来以后便已经尽完了一个老板的责任。可是在这种节骨眼，王小辉竟然带着起码不下20多人来了。这些人说真的，除了曲告，其他人我一个不认识。这些人起码我在皇后会馆没见过，而且看这些的人的样子，一个个穿着黑背心，纹着纹身，浑身肌肉隆起，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来，这些人绝对不是一般人。这个王老板，我今天教训教训这条狗，貌似跟你没什么关系吧？虽然知道王小辉带来的这些人都不是善茬子，但这么多人看着，加上王小辉刚才的话火药味很浓，胖子不想失了面子，硬着头皮问道：狗？王小辉听到胖子的话，一张有棱有角的脸竟然有些扭曲起来，将我交给了身后一脸关切的屈告后，王小辉大步走到胖子的面前，伸手戳了戳胖子的前胸，骂道：你特么记住，曹哲是我的兄弟，这是最后一次，下次再让我听到你侮辱他或者再打他，别怪老子跟你翻脸，听懂了吗？王小辉的话让胖子一愣，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我一个外地的破内保为什么能得到王小辉的青睐。这个问题不单是胖子，就连我都奇怪。可是王小辉的话让胖子彻底下不了台了，看着周围人群一些漂亮的美女正一脸兴趣地看着自己，再想到刚才出手保护自己那个花大价钱聘来的保镖，胖子也豁出去了，咬着牙冲着王小辉说道：如果我说我没听懂呢？胖子的话音刚落，在所有人惊愕的表情中，
王小辉反正面的给了胖子几个耳光，继续问道：记住了吗？与此同时，在王小辉身上一种无形的气场完全爆发，就连躺在屈告怀中的我都感觉到了，这种气势绝对是那种手下有过人命的人才独具的气势。你胖子有点猛啊，王小辉竟然敢打自己。虽然他知道王小辉这种开业场的私底下肯定不干净，但想到自己家族的力量，而且自己又是皇后会馆的钻石会员，胖子从来没想到王小辉会出手打自己。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高价聘来的那名打手竟然没有出手帮自己。要知道刚才就是这个打手一拳差点打残了我啊，可是现在他竟然看着自己被王小辉打了。你不用看他，仿佛看穿了胖子的那点心思。王小辉掏出一支烟慢慢点燃，深深的吸了一口，吐在了胖子的脸上，淡然道：你问问他敢不敢碰我。邢先生，我个人的建议，您不要招惹王先生，您惹不起他，您的事情我不能继续插手了，您给我的定金我会全额赔偿给您。王小辉的话音落下后，胖子身后的一个肌肉男走到二人中间，先是对着王小辉恭敬的鞠了个躬，然后对着胖子说了这段后，竟然不再搭理胖子，一转身走人了。看到自己花大价钱聘来的打手在王小辉面前竟然连个屁都不敢放，胖子的脸上终于现出一抹凝重，看着王小辉的眼神也变了。他做梦都没想到，打了一条自己视为玩物般的狗，竟然给自己带来了如此棘手的问题。气势上完全镇住了胖子一伙人，王小辉也懒得跟他在这浪费时间，转身在屈告手中接过我，大踏步的离开。看着20多个黑背心的大汉离开后，胖子终于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毫无形象的一屁股软瘫在地上。王小辉刚才的气势实在是太强了，这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在一群狗的搀扶下，胖子勉强站起了身体，恨恨地看着我们这群人小声道：这事儿没完，还是有人在乎我的，我不再是一个人，根本不嫌弃我，浑身都是血和土。王小辉抱着我直接走到自己的那辆保时捷卡宴上，二话不说直奔医院。经过医院检查，我除了有点轻微的脑震荡以外，身体多处地方也有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擦伤。对于我这个只上了1天班就给自己惹了一身骚的保安，王小辉根本没有任何不悦，而且还给了屈告3天的带薪休假，让他照顾我，并告诉我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由皇后会馆掏了。王小辉对我的态度让我又是一阵感激他这样一个有钱有势的公子哥竟然把我当个人看。这一刻我觉得社会还是有一丝温暖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围观我的那些人一样冷漠冷血，没有人性。当然王小辉对我这么好我也很怀疑，毕竟我俩满打满算才认识了不到3天时间，就算王小辉爱心泛滥，也不至于为了我去得罪一个同样地位不低的胖子。所以在医院养伤期间，我把我的疑问向屈告说了出来，毕竟屈告才是我的老乡，我的发小，对于他我是真正的放心。通过屈告的讲述，我才渐渐地了解了王小辉这个人。王小辉26岁，帝都五爷王朗的儿子，皇后会馆负责人。据曲告的了解，五爷在帝都拥有像皇后会馆这样的场子不下3家，其他的场子更多，业务涉及到宾馆、赌场、车行等行业。当然还有传言说五爷私下里还进行着一些其他的见不得光的活动，不过这毕竟只是谣言，没有真凭实据，就算一个人再吃得开，可是在帝都这些见不得光的买卖，就算是五爷也不大敢做，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至于为什么王小辉这么照我，用屈告的话说，王小辉从小便没有娘，他的妈妈好像是因为生他死在了手术台上，所以王小辉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特别照顾，尤其是他手下的人更是格外关照。说白了，王小辉这人有些护犊子。本来我这回的事儿，王小辉已经查明我是被胖子摆了一道，可是想到那胖子毕竟是我们会馆的钻石会员，而且其视力也不算差，所以把我保出来以后，王小辉本来打算息事宁人，也算卖了胖子一个面子，谁知那胖子根本不识相，不但羞辱我，还把我打了个半死。这回王小辉彻底不干了，听屈告说，听到我出事的消息后，他连正在谈着的生意都不顾了，不知道给谁打了个电话，足足点了4车大汉对胖子杀将过来。听完曲告的话，王小辉在我心里的好感度不断提升，我真有种为王小辉赴汤蹈火的冲动。不过想到人家的能耐，也不一定会看上我这么个破内保，所以想归想，我并没有多说什么。虽然挨了一顿揍，毕竟没有伤到要害，都是一些皮外伤。3天后，我便在屈告的帮忙下出院了。老是花人家的钱，我也过意不去。所以在当晚上班碰到王小辉后，我首先对他表达了感谢，向他保证我住院这笔钱我会用我的工资抵，一定会还给他。
本来见到我出院，王小辉很高兴，加上他今晚貌似喝得有点多，搂着我的肩膀一直笑个不停。但当我说要还钱的时候，王小辉的脸突然冷了下来，冲着我一字一顿道：曹哲，记住，在我这里别谈钱，如果下次再让我听到你跟我在钱上计较，那你就不是我兄弟了。别废话，陪我喝酒，今晚你别上班了，全当放松了。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王小辉上次等于救了我的命，现在又这么把我当兄弟看，我不给人家卖命，我还算人吗？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担子，我终于露出了近些天以来第一次发自真心的笑容，拿起桌上的酒杯，陪着王小辉痛快地喝了起来。究竟喝了多少酒，我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整个包厢那个不下5米长的水晶茶几上摆满了芝华士的空瓶。递给我一支烟，并帮我点燃。王小辉叼着一根烟，倚在身后的真皮沙发上，看着面前54寸的背投电视，若有所指道：曹哲，你恨邢振东吗？我也今晚才知道那胖子叫邢振东的，听王小辉之前说，这个邢振东好像是什么邢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家里有些权势。不过邢振东这人天生就是个二世祖，不思进取，整天就会带着一群哈巴狗到处欺男霸女，如果不是他妈有些能耐，他早就暴尸街头了。恨不起，我和他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惹不起他，只盼着他以后别找我麻烦就好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毕竟就算邢振东斗不过王小辉，可要对付我绝对不费吹灰之力。你觉得可能吗？深深地吸了口烟，王小辉唏嘘道，据我了解，邢振东这个人阴险毒辣，小肚鸡肠，而且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那件事他可能不敢对我怎么样，不过绝对会把怒火撒在你身上。王小辉的话让我心里一突突，难不成这件事儿不算完？如果王小辉说的话都是真的，那我就真的危险了。最初我只是冲撞了他，就被邢振东这样往死里整，可是这次王小辉在众目睽睽之下反正面的甩了他3个大耳瓜子，如果他要找我撒气的话，我可不是挨顿打那么简单了。想到这，我赶紧向王小辉求助，希望他能给我出出主意，我真的不想再挨打了，况且这次可能不仅仅是挨打这么容易就能解决的事儿。见到我那被吓得六神无主的样儿，王小辉竟然开口大骂了我一顿，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像个男人一样支起腰板，别再软蛋了，像个汉子一样站起来。这玩意是说变就能变的吗？就算我能转变，就算我变得好勇斗狠，可是人家邢振东是什么人呢？上市集团董事长的宝贝儿子，我是啥？一个高中没上完，来地都北漂赚钱的臭屌丝罢了，我和人家有可比性吗？见到我不说话了，王小辉这才掐灭了烟头，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你应该主动出击。主动出击？让我主动去找邢振东的麻烦？这个想法我根本想都没想过，毕竟人家是大象，我是蚂蚁，我自保都来不及，让我去主动招惹他，找死不成？没有理会一脸错愕的我，王小辉站起身，一边向外走一边说道，是站着当人还是跪着当狗，你自己选择。如果你想当人，可以来找我，想当狗，我劝你马上买票离开燕京。我看着已经走出包厢的王小辉，我心中真是五味杂全，这不是逼着我上梁山吗？本来以为在王小辉的羽翼下我安全了，可是看样子如果我不拿出点魄力来，王小辉也不会再管我了。对了，最后说一句，我身边不缺狗，我需要的只是把自己当人看的兄弟。就在我正埋头苦想消化王小辉那段话的时候，王小辉的话再次在楼道内响起。整整一天我的脑袋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继续做狗，也许我不会遭到邢振东的报复，但也得滚出帝都，站着当人，有王小辉挺我，在他的羽翼下我可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他不是我的保镖，不可能时刻保护我，而且我也没那能耐请人家当我的守护神。当人的代价就是一旦被邢振东钻了空子，我可能就不是短腿那么简单的事儿了，也许我的命也就丢了。最终在第二天上班前，我已经做出了决定，虽然有些对不起王小辉，但他高高在上惯了，怎么知道我这种小人物的苦衷，所以我决定继续做狗。为此我已经收拾好了铺盖卷，准备和王小辉讲明自己的决定，后边滚出燕京。但事情的发展总是充满了变数，可能冥冥之中老天不甘心让我就这么逃过命运的折磨吧。就在我刚刚换好工作服准备上班的时候，一则消息传来，把我惊得一愣，区告被人打了。据知情者讲述，区告是中午的时候去买饭的时候被人堵在小胡同里打的，怪不得整整一下午我没看见区告呢，感情被人打了。得知曲告被打，一股无名的怒火在我胸口处熊熊地燃烧起来。邢振东，你可以不把我当人，毕竟之前我冒犯了你，但你动我的兄弟，老子不干。衣服都来不及换，
向同事们问清了区告住院的地点，我破天荒地打了次车，直奔帝都武警第8医院。随便拉了个护士，问清楚了区告的病房号，我一溜小跑直奔区告的病房。当我打开房门后，才发现病房中除了包扎着脑袋和胳膊的区告外，王小辉也在场。不过王小辉的脸色不大好看，看见我进来，只是对我轻轻地点了点头。径直走到曲告身前，我直接开口问道：小曲，实话实说，打你的人是不是邢振东？见到我开门见山的把话挑明，不单曲告一愣，就连一旁的王小辉都有短暂的一愣，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常态，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中午因为肚子加上我一脸凝重的想问题，区告也就没叫我，自己去宿舍旁边的小吃部吃午饭。谁料他刚刚走出宿舍楼，就被一群人堵了个正着，然后他就被这群人强行拉进了不远处的一条小胡同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打。听完曲告的话，我感觉自己快要炸了，一股无形的怒火顷刻间充斥了我的脑袋。见我的咬牙切齿的样子，一旁的王小辉终于开口道：曹哲，这事儿你怎么看？怎么看？这事儿肯定是邢振东那王八蛋弄的。相比镇定自若的王小辉，我可谓气急败坏，几乎是从牙缝中把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你的意思呢？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哼，气急反笑。邢振东在我心中恨意几乎达到了一个无法容纳的地步。看着一脸淡漠的王小辉，我缓步走到他的身旁，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严肃道：王总，您让我考虑的事儿我已经考虑好了，作为一名男人，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所以我接受您的建议，我选择主动出击。听我说完，王小辉那张冷漠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道：我总算没有看错人，曹哲，你在这里照顾区告，等他出院，你们一起来找我。有些人这些年过得太舒适了，是时候给他们增添一些激情了。在我和区告的恭送中，王小辉转身离开了病房。一个偌大的病房内，只剩下了我和区告。对于我和王小辉为什么把目标死死地定在邢振东身上，区告很费解，毕竟那群人中根本没有邢振东的人。看王小辉离开了，他赶紧问我，其实我认准了邢振东就是主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完全是直觉。毕竟他上次打我，王小辉已经给他放过话了，他短期内应该不敢惹我，更别提去招惹王小辉。那剩下的人只有区告了，只有他邢振东敢动。毕竟邢振东不知道王小辉对待我们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他仅仅是认为我和王小辉私交不错，所以他才敢动区告。至于为什么肯定是他找的人，只能说和我们发生冲突的人只有他了。毕竟区告不是我，区告是个很随和的人，没有得罪过人，唯一一次还是跟着王小辉去救我，被邢振东发现了。听过我的分析，区告也是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我的观点。仅仅1天时间，区告便出院了，他伤的还没我上次严重，仅仅只是皮外伤罢了。当天夜里，我和区告便在皇后会馆找到了王小辉。关于如何报复，王小辉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只是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能有啥意思啊？邢振东那胖子3番2次找我麻烦，而且还派人打了区告，我的意思当然是打回去了。区告倒是没说什么，他完全听从我的安排。其实用他的话来说，仅仅是挨了一顿打，报不报复的无所谓。对于区告的观点，王小辉再次冷着脸给他做了一次思想工作，直到区告答应报复。当然，对于我打回去的建议，王小辉很赞同，只是告诉我俩，千万不要让他知道这事儿是我俩干的，就算他怀疑，没有证据，在王小辉面前他也翻不起太大的浪。万事皆备，当天晚上，按照从王小辉那得到的消息，我和区告带着5、6个内保埋伏在邢振东回家的必经之路上，一条有些偏僻的阴暗小路。今晚的天很黑，没有一丝光亮，而且帝都的冬天很冷，刺骨的寒风刮来，我和区告等人都不由得裹了裹身上的棉衣，心里暗骂着邢振东为什么还不出现。终于凌晨2点，一辆宝马 X5 出现在我们眼中，开车的人很明显喝多了。X5 在笔直的小路上画着圈前行着，轮胎被尖物刺破时的清脆声响起，本来打着圈行驶的 X5 在我们埋伏的路前停了下来。一个胖得不像话的青年骂骂咧咧的在车上有些吃力的走了下来，发现被扔了一路的三角铁后，更是气得破口大骂，这个胖子一样的人自然就是邢振东。三角铁自然是我们扔的，为的就是让他没法跑。现在见到他按照我们设定的下车了，我赶紧拍了拍身旁的几个人，那些人自然明白我的意思，一群人跟着我猫着腰，借助 X5 的灯光，小心翼翼地向邢振东摸了过去。邢振东根本不知道一群不怀好意的人正在接近自己，在骂骂咧咧地咆哮了一阵后，才掏出手机准备叫人。忽然
凭空出现一口编织袋，整个的罩在了邢振东的脑袋上。接着，邢振东便觉得自己的肚子被人踹了一脚，这一脚的力道极大，直接给他踢翻在地，圆球一般的身体竟然在地上还咕噜了几圈。这一脚自然是我踢的，这儿子不把老子当人，这次终于能报复了，我能轻饶了他。见到邢振东被我踢翻在地，周围的5、6个内保在我和屈告的带领下，抄起早就准备好的钢管、棒球棍等家伙，一股脑的对着邢振东招呼起来。开头的时候，邢振东还骂骂咧咧的叫嚣着一定会查出我们，报复我们，但当我们打了他一阵，这儿子就怂了，对着我们不停的求饶，说什么只要我们放过他，一定会给我们钱，很多很多的钱。对于穷人来说，最反感的就是富人拿钱压自己，所以在听到邢振东说给我们钱的话以后，周围的这些内保心底的愤怒完全爆发出来，手底下更是不留余力，死命的往邢振东身上招呼。听着邢振东传来的哀嚎声，我那个痛快啊，让你不把老子当人，让你欺负老子。他叫得越欢，我打得越带劲，手中的棒球棍被我舞得呼呼作响。曹哲、屈告，老子知道是你俩逼崽子在搞我，别他妈以为不说话老子就不知道了，你他妈给我等着，老子非弄死你俩。可能是觉得我们不会放过自己，被我们围成一圈打得快要晕过去的邢振东忽然脑中灵光一闪，突然大骂道：我操，你怎么知道的？正打着带劲的屈告听到邢振东的这声怒吼，手下一顿，下意识的回了句，等我想阻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果然听到屈告的话，本来只是疾病乱投医的邢振东这次不干了，也不求饶了，只是大声骂着让我们等着，他一准弄死我俩。这回糗大了，我们之所以敢打他，完全是因为邢振东在明，我们在暗，就算打了他，他也没有证据表明是我们干的。可是刚才屈告的话等于告诉了邢振东，打他的人就是我俩。坏事儿了，坏事儿了，这次我们可不敢打了，赶紧收起家伙，在邢振东那漫天的叫骂声中迅速逃离的现场。知道事情大条了，我和屈告带着几个内保不敢有半点耽搁，开着王小辉给我的那辆面包车一溜烟跑回了皇后会馆。一般这种凌晨时间正是夜店最火爆的时候，在我们几个风风火火跑进大厅的时候，无数的腐男和舞女在舞池里跳得正嗨，抱在一起的，躲在一旁打波的，到处都是。平时我是最喜欢这个时间的，起码可以过过眼瘾，可是现在的根本连看都来不及看一眼，带着屈告径直跑到王小辉的办公室，门都忘了敲，直接闯了进去。办公桌旁正在低头整理文件的王小辉被我俩吓了一跳，见到我俩毫无形象的冲进来，脸色也不由得一变。王小辉是什么人？看到我俩这副水蛋样也知道出事儿了。我和屈告也顾不上什么礼貌不礼貌的了，赶紧把刚才发生的事儿跟王小辉说了一遍。听到我俩的叙述，王小辉的脸色也不由得沉了下来，看屈告的眼神也有些不大友善了。